说一件大家可能震惊的事情，在 NJMed 这份排名里，韩国第一，新加坡第9，英国和美国都没进前10。先说清楚，它不是 QS， 也不是 Z， 更不是大学名气榜，所以不能直接理解成西方教育突然不行了。它看的是整个教育系统的运作能力，包括师生比例、教育普及度等因素。新加坡能在这种综合评估里进前10，说明它的优势不只是在考试分数上，而是整个制度在持续运转。对新加坡家长来说，这个变化非常有参考意义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排名到底在看什么，以及新加坡凭什么在英美都没进前10的情况下稳居亚洲前3。我们先把这个新闻拆开看。 NJ、MED 这类排名看重的不是谁有最多世界名校，也不是哪所大学最有名，他看的是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能不能把资源送到大多数人手里。OECD 发布的 PISA 2022里，新加坡在数学、阅读、科学3项都位居世界前列，而且不是偶然冲高，是长期稳定的强。这就很重要了，因为它说明新加坡不是只会做制度设计、写政策文件，它的学生基础能力也非常硬。再看本地条件，新加坡的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例并不是全球最夸张的那一类，但它的资源配置效率非常高，加上几乎全面的互联网接入，学校、家庭、学习平台之间很少出现大面积断层。这一点其实很关键，因为未来教育竞争越来越依赖数字环境里的连续学习能力。如果一个国家连基本接入都不稳定，后面的个性化学习、在线资源、技能更新都谈不上。你可以批评新加坡教育压力大、节奏快、筛选早，这些都成立，但很难否认一点，它从来不是把教育当成一项温和的公共服务，而是当成国家生存能力的一部分。也正因为这样，这类看系统能力的排名放在新加坡身上才会特别有解释力。我们再来看亚洲教育为什么上升。很多人一说亚洲教育崛起，第一反应就是亚洲孩子更能吃苦，更能考试。但这个解释太轻了，亚洲教育这几年能整体往上走，核心不是更会刷题，而是更会铺路。这里的路指的是完整的教育基础设施，包括课程标准、教师训练、学习数据系统，还有学校和就业市场。也就是说，它不是只盯着考场里那一张卷子，而是在修一条让大多数孩子都能往前走的路。这也是为什么 NJMD 这类排名里亚洲会显得很强，因为他看的不是少数精英有多亮，而是整个系统的通达率高不高。一个国家就算有几所顶尖大学，如果普通社区学校设备老旧、教师短缺、学生能力分化严重，那它的底盘其实是松的，塔尖再高，也不代表整体教育竞争力就强。新加坡的优势恰恰在底盘，国土小，治理半径短，政策传导快，学校系统标准化程度高，教育部推新的方向，学校通常能比较快执行，学校端发现问题，也更容易回到制度层面调整。而随着未来变化越来越快，系统反应速度本身就成了竞争力之一。韩国也是很典型的例子，它近年持续推进数字教育和 AI 辅助学习，重点不是课堂看起来更先进，而是希望更快识别学生差距，更快补资源，更快把学习方式和产业需求接起来。这种思路非常现实，教育不是只负责把孩子送进大学，还要尽量减少他们毕业之后和真实岗位之间的断层。反过来看一些传统西方强国，他们当然仍然拥有很强的大学、研究能力和学术传统，这一点不能低估。但如果镜头拉到基础教育和普及层面，问题就会变得明显。地区差异大，学校资源不均，数字基础设施更新慢，教师流失严重，学生基本能力分化扩大。结果就是少数学校依然非常强，可大多数人的教育体验并不稳定。对家长来说，这个变化非常值得看懂。未来教育竞争不是比谁家能出几个天才，而是比谁家更少让普通孩子掉队。谁能让大多数孩子拥有基本学习力，谁的教育系统就更有后劲。这才是亚洲教育上升的真相。我们再来说新加坡，看到新加坡排第9，亚洲整体上升，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
那是不是要更早开始，更狠一点推孩子？我反而想提醒一句，最危险的不是孩子不够努力，而是家长还在用旧标准做教育决策。因为排名告诉你的是一个系统的大方向，很多家长最容易犯的错，就是只复制表面的紧张感，没有复制真正有效的部分，结果是补习越来越多，时间越来越满，孩子越来越累，可能力结构不一定更稳。如果你今天想从这条新闻里带走几个真正能用的判断，我会建议看3件事。第一，不要低估基础能力的复利。阅读、数理、表达，这3样听起来很朴素，但它们决定了孩子未来吸收新知识的速度，也决定了他遇到陌生问题时能不能自己拆解。PISA 测的本质上也是这些核心能力，而不是一堆漂亮标签。第二，要尽早培养孩子在数字环境里的自学能力，不是会不会用平板，而是会不会找资料，判断信息质量，整理重点，独立完成任务。未来很多学习和工作都不会有人一步一步带着走，谁更能在信息过载里保持清醒，谁就更有优势。第三，把教育看成20年的工程，而不是2年的冲刺。新加坡真正强的地方之一，就是他承认人生需要不断在学习。家长如果还停留在考进某所学校就差不多定型的想法，风险会越来越大。尤其在新加坡，教育投资更要讲效率。你当然可以花很多钱让孩子短期跑快一点，但如果他没有形成稳定的学习能力、情绪韧性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理解，后面很可能还是会掉速。如果只用一句话概括新加坡教育为什么强，我会说，它不是只把孩子放进一套学校系统里，它是把整个社会都放进学习系统里。这里面真正值得学习的，不是更卷，而是他把学什么、为什么学、毕业后怎么继续学讲得非常清楚。同时，对孩子的教育不能止步于学校，家长也要把这一套方式应用在家里，对孩子进行合适的教育引导。过于急切，反而是起了反效果。所以这期内容如果只留下一句话，我希望是这一句：教育真正比拼的不是谁家孩子14岁更亮眼，而是谁家孩子在20年后仍然有选择权。英美有没有跌出前10，当然值得讨论，但更值得讨论的是，全球教育到底开始奖励什么？今天越来越被看重的是基础能力，是数字包容性，是制度效率，也是一个社会能不能支持人持续学习。新加坡之所以值得研究，不是因为它完美，而是因为它非常清楚，教育不是面子工程，而是人才储备工程。如果你是家长，我更希望这期内容带给你的不是新的焦虑，而是更清楚的判断，少一点盲目跟风，多一点对长期能力的坚持。如果你认为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继续。